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58差距，何坎92分完爆湖人，小卡状态逐渐火热。直言这场其实和在家轮休一样轻松。哈登迎来里程碑，浓眉对位被彻底打爆，洛杉矶第一中锋实至名归。春节将至，小春晚般的赛事安排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。其中，湖人与快船本赛季的首次对决正式上演。洛城德比从来不缺话题，但缺少竞技。这场比赛，鲈鱼觉得就像是游戏中开启了自动战斗模式，卢指导到最后手握4个暂停都懒得叫，直接托管了。孩儿们随你们高兴。快艇队在主帅卢指导的指挥下，即便手握4个暂停机会，也未曾动用过一次，仿佛将比赛完全交给了球员们自由发挥。他的一句“孩儿们随你们高兴”透露出对比赛的淡然态度。时隔1年，洛杉矶德比再次激情碰撞，面对近期因船长回归而士气如虹的快艇，湖人队显然未能找到破解之法。15次失误加上3分球27投仅9中的糟糕表现，让他们毫无悬念的在关键的卡位战中败北。这场被誉为 NBA 自己的春晚的比赛，最终成为了快艇队的一场大胜。他们在全场比赛中最多领先26分，最终以116比102的比分战胜湖人，收获4连胜的佳绩。说来也挺有意思，今年的首场洛城德比竟是由2队名宿以对手身份各自掌舵带队，仿佛在为各自的救主增添些许烦恼与挑战。紫金军团昔日战将卢指导引领快艇疾驰如风，而快艇的神射手雷迪克却转身成为了湖人的得力干将。3节战罢，鲈鱼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前2日那赛西部龙头与东部霸主的强强对话，两者皆让人空欢喜一场。若要为这场德比战预设一个序章，不妨借用昔日评价雷霆骑士的诗句来铺垫。3军列阵对湖人，地利人和战意浓，未曾浴血斩强弩，反落尘埃路若虫。比赛初起，老詹妙传巴村，后者空接怒扣，老詹自己也不甘落后，3分线外一箭穿心，似乎预示着湖人将反客为主，状态正佳。然而防守端的松懈迅速成为他们的绊脚石，怎敢给小卡如此宽广的空位？进攻端的暂时火热犹如流星划过，缺乏章法，不成体系，火力难以持续。浓眉虽复出，却未见其昔日统治力，甚至面对祖巴茨也显得有些畏手畏脚，不敢深入禁区。双塔连线的美梦最终只化作颜面扫地的尴尬。面对罗纳德为核心的快船摧枯拉朽般的攻势，湖人迅速被拉开分差，全队上下心急如焚。这一集原本就不稳固的战局更加乱作一团，快艇的防守反击如同行云流水，卡兹哥表现极为高效，仅8投5中便下场休息。此时双方分差已缩小至微乎其微的境地，但湖人队在防守端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。小卡心中或许暗自嘀咕，这样出战与赛下轮休又有何意？半场结束，湖人已落后15分，却仍未找到破解之法。进攻受阻或许情有可原，但防守端一再被对手轻易突破。难道湖人的防线也患上了讨好型人格的毛病？尤其是内线防守，湖人几乎形同虚设，一个简单的底线切入便能让他们手忙脚乱。好不容易熬到末节，浓眉终于有所起色，但无奈分差过大，此时补救已是为时过晚。最终，快艇以116比102轻松拿下这场德比之战。小卡仅出战21分钟便贡献19分，随后悠然下场。哈登则砍下21分、12助攻，生涯得分跃升至历史第14。按照这个势头，哈登本赛季内也即将完成对奥拉朱旺的超越。鲍威尔稳定发挥，与祖巴茨合力砍下43分，就连老将巴图姆也在场上大放异彩，首发五虎包办92分，扬长避短，高效且稳定。本场的快艇确实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。有人将浓眉的低迷视为比赛失利的关键，尤其是在内线，他被祖巴茨彻底打爆。祖巴茨狂揽21分、19篮板，其统治力可见一斑。联盟第一中锋之争或许尚有争议，但我说祖巴茨是洛杉矶第一中锋，相信无人会反驳。怒其不争，哀其不幸，这或许是对湖人最贴切的标语。在这个关键的卡位战阶段，湖人却仍未展现出稳定的战斗力。说起战绩，湖人赢篮网1分，而快艇则赢了篮网
59分。难道双方之间的差距真的如此之大吗？这确实值得深思。第3节比赛临近尾声时，小卡下场休息，快艇的防守强度随之减弱，湖人趁机将分差缩小至15分。在双方对决的序幕拉开之前，鲈鱼曾设想过多种比赛的可能，无论是焦灼的拉锯战，还是交替领先的激烈对抗，但他唯独没预料到的是，这场比赛会演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全面压制。从首节比赛的第一声哨声开始，快艇的进攻浪潮便汹涌而至，鲍威尔连得7分，为球队率先打开局面。湖人虽然紧追不舍，但哈登的一记3+1打成，又让快艇重新取得了领先。首节比赛中段，双方陷入了对轰的僵局，尽管快艇始终把握着比赛的主动权，但在詹姆斯和戴维斯的联手下，两队的分差始终保持在5分左右。詹姆斯和戴维斯在首节合力砍下16分，为湖人队稳住了阵脚，而快艇则依靠多点开花的战术，始终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。随着哈登以一记高难度的3分球单挑对手成功，快艇带着6分的优势结束了首节比赛。进入4节，比赛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。在前半节的时间里，湖人一直都扮演着奋力追赶的角色。在双方交手的前1节半时间里，湖人凭借55%的投篮命中率，一度依靠核心球员的单打，将分差缩小到了2分。然而，这仅仅是比赛的一个小插曲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。面对湖人逐渐起势的攻势，泰伦卢果断叫了暂停。这一战术调整如同及时雨，快艇随即启动了针对湖人的严密防守策略。他们祭出了湖人最为忌惮的联防阵型，通过大量的包夹和紧密的防守，迫使湖人球员连续投篮失准。在这样的攻防转换之下，快艇逐渐将分差扩大到了12分。湖人面对快艇坚如磐石的防守显得束手无策，戴维斯在内线得分变得异常艰难，甚至连接球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原本势均力敌的比赛，随着快艇防守策略的调整，局势瞬间发生了逆转。在第2节最后5分钟内，快艇凭借一波19-4的猛烈攻势，彻底拉开了比分差距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经过短暂休息的快艇继续沿用联防战术，而伦纳德的觉醒则给了湖人致命一击。小卡在复出后一直扮演着3D 球员的角色，多数时间通过哈登的传球完成得分。然而，在这个备受瞩目的夜晚，伦纳德终于摆脱了之前的低迷状态。他在打打停停之间，职业生涯总得分也悄然突破了14000分大关。伦纳德在第3节多次展现个人单打能力，他利用自己最擅长的中距离跳投，不断惩罚着湖人队。与哈登的默契配合，更是让快艇的领先优势达到了本场比赛的最高点。尽管亨哈二将在第3节末为湖人掀起了一波13-2的反击高潮，但这仅仅让他们得以在比赛中暂时喘息。15分的落后劣势仍然如同巨石般压在心头。末节决战时刻，每当湖人试图将分差缩小至10分以内，快艇总有人挺身而出给予回应。肆虐篮下一整场的祖巴茨再次以一记2+1的方式迫使对手叫停比赛。本场比赛，祖巴茨的表现堪称强硬之极，他不仅砍下了21分，还抢下了19个篮板，彻底打爆了浓眉和湖人内线。他与哈登、小卡、鲍威尔4人合力砍下92分，成功终结了湖人的2连胜。本赛季的湖人队在胜负之间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，赢球往往是险胜，而输球则常常是惨败。就连这场备受瞩目的洛城德比，也以14分的巨大分差落下帷幕。面对湖人这样的困境，鲈鱼确实难以多言。浓眉在比赛中处处受限，打得异常艰难。詹姆斯虽然贡献了25分、11篮板的数据，但也只是苦苦支撑。更为糟糕的是，里弗斯在比赛最后时刻突然遭遇伤病，这无疑为湖人雪上加霜。相比之下，快艇队则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。小卡和哈登在同场竞技中各自迎来了里程碑时刻，球队的战绩也在悄无声息之间攀升至西部第5。作为本赛季防守效率联盟第2的球队，快艇不再仅仅依赖球星的个人能力，而是更加注重团队配合和整体防守。虽然他们在进攻端仍有待提升，但全队上下众志成城，团结一心，这样的精神风貌让他们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防守强队。本场比赛中，湖人队失利的最大罪人非浓眉莫属。他出战37分钟，投篮14中5，仅得到16分10篮板，并伴随3次失误，正负值低至全队倒数第2的-18。
尽管篮板数看似上双，但其中仅有1个前场篮板，对于一名中锋而言，这样的表现实在令人啧舌。相比之下，与浓眉对位的祖巴茨则大放异彩，全场出战36分钟，16投9中，砍下21分19篮板，其中前场篮板高达8个，正负值高达正18。考虑到浓眉上一场比赛休战，说他被祖巴茨完爆也并不为过。当然，也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浓眉，他多次表达过希望打4号位的意愿，且身材也更适合打4号位。面对肉盾型中锋时，他往往难以挤入内线。本场比赛仅在3秒区内命中1球，他的评分从首节的9分一度跌至4.4分，这样的低分在浓眉的职业生涯中实属罕见。那么湖人的领袖詹姆斯表现如何呢？本场比赛他出战35分钟，全场20投9中，得到25分5篮板11助攻，再次交出标准的25+5+5数据，但失误也高达5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詹姆斯本赛季的场均失误已达3.84，排名联盟第5。不得不承认，詹姆斯如今已难以支撑30分钟以上的高强度出场时间，在第3节中，他甚至出现了上空篮不中的情况。进入第4节，詹姆斯突破后上篮未果，抢到篮板后的补篮也未能命中。尽管本赛季他的快攻得分仍能排名联盟第7，但这2球明显暴露出他腿部力量的不足。毕竟詹姆斯已经年满40岁，我们不能对他有过高的要求。面对这样一群难以扶起的队友，詹姆斯也只能无奈的摊手。湖人体系彻底崩盘，詹姆斯是最大战犯。拉塞尔不再背黑锅，浓眉也干了。如果球队的大当家全场打满，但最终却只贡献了8分，正常情况下这支球队必定大败。但是这场比赛他们却得到了一场酣畅大胜。本场比赛湖人大败于森林狼，有勒布朗领衔的湖人居然在当下 NBA 打出了10年前的分数。如果你看了这场比赛，那么湖人的问题也就很明显的摆在面前。这支湖人队已经变成了一支彻底崩盘的球队，甚至可以说是对篮球缺乏基本的尊重。比赛第2节，湖人的防守形同虚设，森林狼的3分开始下雨。可以这么说，那几个3分球根本是湖人体系的缩影。每次进攻回合只有1人补防，不是拉塞尔就是浓眉。前段时间，湖人的防守效率几乎暴跌到联盟的倒数第1。那时他们经过几场的失败，湖人球员面对进攻，全队防守挂机，集体摆烂。雷迪克给出的办法是把黑锅甩给拉塞尔，并将他摆到替补席，以示惩戒。在对战7-6人的比赛中，浓眉复出，比赛有惊无险拿下，拉塞尔的问题被无限放大，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欲杀之而后快的情况。对此，拉塞尔只能默默背锅。可是到了这场比赛，湖人的态度告诉了我们所有人答案：防守是大家都在摆烂，拉塞尔就是一个背锅的罢了。在此之前，拉塞尔一直被球迷责怪，甚至大呼交易。但是这场的表现，拉塞尔拿下全队最高的20分，甚至在换防时还要防守戈贝尔。湖人得到了什么？大比分输球罢了。谈到浓眉，赛前浓眉在采访中发问自己为什么不是 DPOY。不可否认，浓眉的防守意识、封盖、卡位、掩护水平都处于联盟前列，还应该配得上 DPOY 乃至一防水平。但是看完这场比赛，我想说你确实还不够格。面对戈贝尔的快攻，可以说是湖人全队全无追防想法，大家心里都想着在混日子，反正拉塞尔会背锅，跟我有啥关系的呢？而此时的湖人仅仅落后11分，更不用说勒布朗的防守状态。作为球队领袖和老大哥，这种防守态度是他的常态。这样的他如何去要求小弟在场上拼命防守？提到勒布朗，真的有许多话想说。赛前有报道称，浓眉说：“我和勒布朗、雷迪克已经达成共识，球应该在我手上。”不过这场比赛算是见识到了，皇帝就是皇帝，皇帝说给你，只是他想给你，皇帝说不行，你想要根本就是胡闹。勒布朗在这场比赛为了自己连续得分上双的记录，简直就是铁匠上身。防守回合我唯唯诺诺，廉颇老矣；进攻回合我重拳出击，尽显皇帝本色。防守散漫，传球随意，跑位原地站着，甚至出现队友进攻回合提前跑回半场，原因只是因为球不在他手上。在拉塞尔手感好的时候，勒布朗直接来一个空位3分3不沾，明知道自己这几场3分手感巨差，面对内线戈贝尔也没有优势的情况下，他还是愿意相信自己，刷完10分匆匆下场。这种恶心自己造福他人的比赛，不知道湖人的管理层到底在想什么，要怎么做才能够认清事实。詹姆斯的球迷和湖人的社媒在赛后强调了詹姆斯的伤病和身体，甚至提出来背靠背比赛的影响因素。当然可以这么想，他都40岁了，你还要求他怎样呢？
对此，我只想说，森林狼在西部排名倒数，而且更为夸张的是，勒布朗在近6场比赛中正负值为-91，分别为-25、-30、-4、-12、0、-28，其中3场正负值低于-25。这些数据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？他在伤害他的球队。而他在赛后采访时被问到球队的全面进攻体系是否需要体力充足，詹姆斯说：“如果我们需要那样打球，那我们就得做到它。有时候我们派出的一些阵容，我们在某些层面上可以做到。不过今晚是困难的挑战，这是背靠背赛程。我们昨晚打到最后时刻，然后昨晚很晚才起飞，上床睡觉也很晚，努力打出活力，面对一支以逸待劳的球队。”我昨天都说过了，我们在今晚将会面对西决版本的森林狼队，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，所以我不会对这场比赛太过看重，但我们会重点研究进攻。目前我们的进攻不堪入目，我们必须改进它。当被问到他对于赛季前1/4的球队表现如何评价，詹姆斯说：“我们的战绩是多少？”记者回答：“12胜9负。”我们有时候表现不错，有时候表现很差，但是我认为基于新的体系、新的教练组、新的球员，我们还在努力练习新的打法，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。我不会说我能接受这个战绩，我从不会那样讲，我不会只局限于此。但是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的战绩就是如此。我们要继续在攻防两端提升表现，因为这很艰难，西部很难。这样灵活的回答不愧是联盟第一人的表现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一手灵活的太极拳将湖人教练组推上风口浪尖，全然不提自己的打法存在极端的问题。他真的老，但又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，甚至连将球权分一点给别人也不肯，只能死命攥着。仔细想想湖人的阵容和配置，一个没有执教经验的教练，一个有 MVP 实力却被打压的攻防核心，一个不愿意交出球权却又没有能力的老大。很难想象这样的球队可以在季后赛和别人掰掰手腕。如果他们做到了，那对其他认真防守、积极运作、气势如虹的球队来说，还有公平可言吗？畸形的球队文化是不会带来好的影响的。作为球队老大，尚且把自己的数据放在赢球之前，又何谈其他为球队付出自己的全部呢？谈完湖人的重点问题，再来聊聊这场比赛。比赛伊始，两队进攻状态都一般，命中率不足40%的湖人单节仅得20分，森林狼方面则失误不断，也仅有22分入账。次节较量，湖人依旧在进攻端难有作为，森林狼手感有所复苏。兰德尔半场拿下10分，全队单节命中率达 55%， 轰下34分，以12分优势进入下半场。一边再战，湖人依旧打铁不断，詹姆斯难觅状态，单节4中1，只有2分入账。浓眉更是3中0。湖人本节得到20分，以64-79落后森林狼。末节决战，森林狼愈战愈勇，攻防两端完全压制湖人，单节打出30-16，迅速将分差扩大至20分以上。比赛失去悬念，最终森林狼109-80轻取湖人。森林狼方面，爱德华兹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。本场比赛13中3， 3分球5中1，拿到8分7板3助攻。但是在比赛中，爱德华兹选择把机会让给队友，并未选择再上场。戈贝尔可以说是整场比赛的 DPOY， 他在场上对湖人的进攻极具威慑，且在进攻端十分高效和把握住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浓眉在赛前质疑自己为什么拿不到 DPOY， 戈贝尔应该把答案告诉浓眉了。这场比赛两人对位可以说是十分明显，戈贝尔此战8中7，拿下17分12篮板，正负值达到正17。反观浓眉14中4，拿到了12分11板，正负值为-9。谁更值得 DPOY， 我相信已经十分明显。这场比赛兰德尔也表现得十分全面，此前一直受人抨击的3分出手，本场表现十分稳定，3分球3中2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强硬地冲击了湖人的内线，这让湖人本就羸弱的内线更加岌岌可危。甚至出现了后场一条龙，背运过掉3人并拉杆打进的好球。在此之前，森林狼输给国王时，所有人都质疑兰德尔没有空间的能力，无法拉开空间去扩大进攻面积。但面对湖人，兰德尔的表现可以说是十分全面了。此战他拿到18分5篮板3助攻。在输给国王那场比赛后，爱德华兹曾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何调整防守策略时表示，我们一整年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认为防守是我们的特点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软得要命，我们就像一群小孩子在打球，无法进行彼此的交流。
后面的问题中，爱德华兹也解释到自己没有责怪新人的意思，问题是所有人都存在，但就目前看来，这个问题似乎在球员的沟通或者说是管理层的运作下迎刃而解。此战森林狼的防守和湖人的防守可以说是天上地下，所以湖人不但进攻受阻，防守更是一塌糊涂，此战全队只得到80分。本质上，湖人和森林狼是同一类型的球队，前场的体型和运动能力降级，导致了中锋戈贝尔、浓眉外没有什么人能护框篮板，实际上摆的是一大四小的偏攻阵容，区别在于森林狼还守蹲坑，湖人则守了很久的换防，外线有持球人，但都无法成为能量巨大、负荷一支球队常规进攻开发的选项。森林狼是华兹的能力、康利的年龄和低温的状态，湖人是里弗斯的能力、勒布朗的年龄和拉塞尔的状态，所以都会有大量失误，等于两支球队其实都是偏重跳投的球队，看手感，抢不到篮板就是一锤子买卖，防守端和衔接段也都有些心虚。在这种时候，谁更准或者谁更有活力能打到禁区，都会成为胜负的关键点。但湖人这种缺乏活力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在他们不能拿出额外的活力之前，他们就是会成为一支依赖跳投又不具备丰富投射资源的奇怪球队。只能说等待吧，等待他们交易，或者他们爆炸，或者再勉勉强强的走完一个赛季。约基奇军训浓眉，詹姆斯一筹莫展，掘金成湖人最大克星。在这场掘金与湖人的背靠背激烈交锋中，剧情宛如好莱坞精心编排的大片，湖人似乎携带着主角光环，准备一路高歌猛进，却不料被掘金的两大巨星约基奇和威少以惊人的能量反击，瞬间卷入了一场风暴之中。仅仅3节半的时间，掘金队便以一种几乎碾压的姿态将湖人的希望彻底击碎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场比赛湖人的表现着实有些失色。回顾两位内线巨人的成长轨迹，安东尼·戴维斯的篮球天赋堪称历史级别，他以状元之姿踏入 NBA， 起点之高远超约基奇这位41号新秀。当戴维斯跻身最佳阵容1阵时，约基奇还在替补席上默默耕耘。早期的对决中，约基奇在戴维斯面前显得黯然失色，几乎构不成威胁。然而时光荏苒，仅仅几年的光景，约基奇实现了惊人的蜕变，不仅成功逆袭，更是在近几个赛季连续斩获 MVP 殊荣，稳坐最佳阵容1阵的位置。如今约基奇在 NBA 所获得的荣誉已然让戴维斯仰望，成为了后者需要奋力追赶的榜样。就在与约基奇的对位中，戴维斯遭遇了本赛季最为低迷的一战。整场比赛下来，他19次出手仅命中6球，3分球更是2投全失，最终贡献了14分、10个篮板、3次助攻、3次抢断和2次盖帽。这是戴维斯本赛季首次得分未能突破20分大关，同时也是他投篮命中率最低的一场比赛。若将这场比赛放入本赛季的整体背景中审视，戴维斯的表现确实显得有些异常。但考虑到对手是掘金队，这样的结果似乎又并不那么令人惊讶。不仅仅是戴维斯，整个湖人在面对掘金时都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束缚，患上了掘金恐惧症。102比127的比分让湖人在常规赛中对掘金的连败纪录扩大到了5场。追溯上一次湖人在常规赛中击败掘金，还要回到2022年12月26日，那已经是接近2年的时间了。而在季后赛的舞台上，湖人更是连续2个赛季被掘金队淘汰出局，2轮系列赛总共只赢得了1场比赛的胜利。如果将常规赛和季后赛的交锋都计算在内，两队在最近的14次交手中，湖人的战绩仅为1胜13负。更为扎心的是，在常规赛面对掘金的5连败期间，湖人场均净负对手 13.6 分，其中只有1场比赛的分差在个位数以内。NBA 的赛场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如此正儿八经的恩怨对决了，而随着湖人的连续失利，掘金与湖人之间的故事线开始逐渐增添了一丝恩怨的色彩。这段恩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队在冠军之路上的激烈较量。2020年季后赛后科比时代的湖人首次与掘金队在季后赛舞台相遇，彼时詹姆斯与戴维斯的新组合正春风得意，而约基奇则刚刚步入一线球星的行列，尚未达到巨星的地位。那一年他首次入选最佳阵容，全明星之旅也仅仅是第2次。在西部决赛中，湖人依靠着戴维斯、麦基和霍华德组成的强大内线阵容，对约基奇实施了严密的包围战术。最终戴维斯一记3分压哨绝杀，带领湖人以4比1的总比分优雅地横扫了掘金队。
那轮系列赛不仅为湖人的夺冠之路铺设了坚实的基石，也成为了约基奇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，激励着他从一名球星向史诗级巨兽的蜕变。从2020至2021赛季开始，约基奇的数据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，他荣获了 MVP 奖项，并多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阵，正式从球星行列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星。时间来到2023年的西部决赛，约基奇率领的掘金队以横扫之势复仇湖人，并最终问鼎总冠军。在这2次季后赛的交锋中，双方各胜1次，而且每当一方跨过对手，便能顺利夺得总冠军，甚至他们的总决赛对手也惊人的一致，都是热火队。在2023年掘金队夺冠后的游行庆典上，丹佛的解说员为双方的恩怨再添了一把火。马龙教练虽然以教练之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，但在今年的季后赛中，他仿佛成为了湖人的父亲。这句极具杀伤力的言论让许多湖人球迷忽略了其出处，转而将矛头指向了马龙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时任湖人主教练的哈姆对此做出了回应，在一档电视节目中，他斩钉截铁地表示，这事儿还没结束。马龙和哈姆之间的智谋较量原本被视为两队恩怨对决的一大亮点，然而时过境迁，哈姆已早早离职，而马龙却依然利用与湖人的对决为自己加冕。在这场胜利之后，他成为了掘金队史上常规赛获胜场次最多的主教练。哈姆的预言成真，这段恩怨的确还远未平息。1年后，湖人再次遭遇掘金，几乎以1-4的比分被对手逼入绝境，其中2场败北更是被穆雷的绝杀所终结。穆雷这位实力深不可测，每逢对阵湖人便状态爆棚的球员，成为了两队恩怨故事中新的关键角色。威少重返斯泰普斯中心，尽管上半场得分挂零，但他凭借坚韧不拔的努力，将全场命中率提升至60%，贡献了14分、7个篮板和11次助攻。一记振奋人心的补扣，以及一记针对救主的精准3分，都透露出一种宿命的味道。尽管湖人与掘金的恩怨故事仍在继续，但如果湖人持续被掘金如此压制，那么再精彩的恩怨对决，最终也可能沦为一边倒的乏味比赛。比赛初期，湖人或许还沉浸在浓眉与詹姆斯联手创造奇迹的幻想之中，然而现实却如同冷水浇头，浓眉仿佛被遗忘咒语所困，整场比赛状态低迷至极。面对约基奇与小乔丹这2位内线巨塔的严防死守，浓眉在低位进攻时显得力不从心，即使是他最擅长的篮下强攻也失去了往日的威胁，就像一座巍峨的高楼在约基奇的重拳之下轰然倒塌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浓眉的外线投篮手感也冰凉如铁，6英尺外的9次出手仅命中1球，仿佛每一颗篮球都在篮筐边缘滑落，化作了无奈的空心遗憾。而在防守端，他也未能有效限制住约基奇的发挥，2位高大的中锋在场上激烈碰撞，却未能擦出火花，反而陷入了混乱与挣扎。至于詹姆斯，尽管他送出了7次助攻，但6次失误的滑铁卢却让球队的进攻陷入了停滞。掘金的防守策略清晰而有效，他们紧紧盯防詹姆斯的突破，不断延误他的回防速度，并严密封锁他的传球路线。到了第3节，詹姆斯的体力已几近枯竭，进攻端彻底失去了节奏。反观掘金队，约基奇与威少的组合仿佛一对调皮精灵，他们的节奏变幻莫测，令人琢磨不透。约基奇这位球场智者表现得稳如泰山，他的每一次传球都仿佛预判到了对手的下一步动作，不仅让防守者束手无策，就连湖人自己也被他的传球路线绕得晕头转向。整场比赛中，约基奇贡献了34分和8次助攻，他不仅自己得分如探囊取物，还为布劳恩、小波特等队友创造了大量得分机会，展现出了控场大师级别的统治力。威少无愧于疾风闪电的称号，他的速度与突破如同脱缰野马，势不可挡。在比赛的第4节，威少成为了湖人防线的噩梦，他凭借那股不屈不挠的劲头，硬生生地撕开了湖人的坚固防线。全场贡献14分11助攻的他，在替补登场后展现了一波凌厉的反击，令湖人后卫线措手不及，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他巅峰时期的影子。在防守端，掘金队犹如一身身披铠甲的勇士，将湖人的进攻拆解得支离破碎，仿佛让湖人在进攻端陷入了迷雾森林。掘金采取的防守策略既简单又高效，他们通过延误对手的反位速度，封锁湖人内线的突破路径，并对詹姆斯实施了针对性的防守，使得湖人的进攻完全失去了节奏。
特别是浓眉和詹姆斯这2位超级巨星，在掘金的防守天王下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锋芒。在防守端，掘金队更是滴水不漏，他们紧紧盯防每一个潜在的空位3分机会，将湖人的外线火力彻底熄灭。进入第3节，湖人彻底迷失了方向，詹姆斯5投仅1中，浓眉更是7投1中，2位核心球员在这一节几乎陷入了得分荒，而掘金队则像是开启了无敌模式，他们在外线频频发难，单节命中5记3分球，彻底击垮了湖人的信心，尤其是威少与约基奇的默契配合，更是成为了对手眼中的噩梦。威少突破分球，约基奇妙传助攻，3分线外一箭穿心，球场上的节奏完全掌握在了掘金队的手中。尽管湖人并不甘心就此缴械投降，但在掘金队那势如破竹的攻防转换和精妙绝伦的配合面前，他们也只能无奈的目送比分差距越拉越大。即使换上了全部主力球员，面对掘金队的强大攻势，湖人也显得力不从心，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。对于湖人而言，这场失利不仅仅是常规赛的一次挫败，更是他们在面对掘金时的一次深刻警醒。若想在季后赛中有所作为，湖人需对当前阵容做出更为有效的调整与优化，特别是要强调内线的对抗实力，以更好的应对约基奇领衔的掘金队那坚不可摧的前场堡垒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够，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，那就点点订阅，卢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。